朋友们，大家好啊！今天呢是2025年的9月8号啊，今天是星期一。那么今天呢，我还是来到这个自然保护区，那么坐一会儿啊，吹吹风。因为今天是一个气压有点低的天啊，但是呢，在这个保护区这边啊，有一种感觉，烟雨蒙蒙的这种感觉啊，还是挺舒服的。其实我个人呢是比较喜欢这种有一点湿度的这种天气啊，我不太喜欢那种特别干燥，因为湿度嘛就会让皮肤觉得更这个滋润一点。那么今天这个话题呢，我们还是想聊一下，就是有很多朋友啊，他们移民就中产以上的吧，那么移民呢，他们到了欧美国家，然后呢，有的呢他们的资产经过了几年以后呢，他就迅速的返贫了啊。那么这种情况呢，其实也是挺多的。我一直在那个YouTube 上啊，我经常看到就有人这么说。然后呢，在现实生活当中呢，那么我也看到一些。那么今天呢，我们就聊一聊啊，就结合我自身我们家的一些情况啊，我们是怎么做到就是没有返贫。然后呢，还有就是对于一些网友提出的理财的一些规划啊，就资产的一些规划，我们来讲一讲。那么我觉得呢，其实很重要的一点啊，并不是说你能在这个过程当中得到什么赚钱的方式啊，因为我认为更重要的是你不要去踩那些坑。就当你踩了那些坑呢，你就返贫的很快。你不踩那些坑啊，那你其实过得会很好。那有些网友可能会觉得，我也一毛钱也没，对吧？我跑出来打工的，这个跟我有什么关系这个很重要，这个很重要啊。因为我觉得就是尤其是人在从没有钱到变得有钱的时候，那么这个阶段其实是最难的这个我不禁就回想起我年轻的时候就是我那时候才20多岁，我当时就赚了一个可以在上海就是中环吧买一套房子的钱。那时候我才20多岁但我那时候不懂我那时候不懂。一个呢，就是我就也没想过就房地产会就涨得那么厉害，在后面的很多年。因为那个时候大概买一套房子，在那种就是中环的这种地区，差不多才100来万就人民币100来万。但是后面它最少有涨了5、6倍吧最少。所以呢，就是我觉得就是那个时候我把那个钱就花掉了。花掉了呢，当然了，我也不是就是说完全就吃喝玩乐什么这样花掉了也是提升了我自己因为我一直觉得就是说人的眼界、人的视野这个是非常重要的。那么你提高了你的视野、你的眼界呢，你就可以在面对一些动态的变化当中你会有一个更好的方式那么你的未来呢才会一步一步变得更好。这个呢就是一个我自己得出来的一个结论那么我会无私的告诉大家，首先呢还是要回答网友几个问题一个呢是那个有个在加拿大的朋友他跟我说他那个股票最近赚了一些钱那要感谢其实我觉得这也没什么感谢的，对吧？因为就是我当时我分享给大家也就是一个判断，我也不是神，对吧？这个市场应该来说，感谢这个市场还有呢，就是你自己的一个等待。我也有失误，就像我判断了一些赚钱的，然后我最终我没有拿到一个卖出点，对吧？就 sell 点但是我 buy 点做得很好但是 OK， 我也没有赚像
你赚了这么多5倍是吧？啊，所以也没必要啊，感谢啊，就你自己的这个你自己的能力吧啊，嗯，然后呢，还有一个啊是英国的一个网友啊，今天给我留言啊，他说英国现在经济也不好啊，也是什么面对左右这个一些移民问题啊，什么问题啊？其实现在像澳洲啊、日本啊，对吧？还有英国啊，澳洲前2天好像是有一个反移民的一个游行，包括西班牙，西班牙好像就这2天的新闻吧，就是那个西班牙的一个右派啊 VOX 党，好像他们竞选又大获全胜啊，就是他们选，所以就是我觉得这是一个趋势啊，这是一个趋势，但是呢，我认为也不用过分的啊，就是说去担心，对吧？就像你的留言里面说了，你说你会拿到英国国籍，呃，你考虑离开啊，去别的地方去创造，因为有的时候没有办法，就到了我们这个年纪，你遇到了这种事情，那你就要承担，对吧？因为你可能就是这家里面的一个主力军啊，所以我觉得，什么事呢一定要多考虑啊，有一些 backup 的方案，对吧？然后啊，你就更多的是要靠运气啊，靠运气啊，还是祝福你们，祝福你们啊。还有一个啊，也是一个在那个岛上的一个网友啊，他说他移民移了，呃，移民移了很惨啊，什么，其实没有了啊，我觉得其实有很多很多人啊，他的移民的情况未必真的会见得很好啊，我觉得就是你说出你的一些问题，就按照我们啊上海有一句话叫打肿脸充胖子，对吧？啊，就是你没有打肿脸充胖子啊，其实有很多人是打肿脸充胖子的啊，因为他们没办法去面对，就是说自己做错的一些选择啊或什么的啊，就会有这样的一种情况啊，所以我觉得其实说不定转机就来了，未来就来了，对吧？啊，好，那我们就进入今天的一个正题啊，嗯，首先呢，就是其实我刚开始啊，就我来到欧洲，我来到西班牙的时候，就我移民的这个时候，我是很迷茫的，很迷茫的啊。昨天有一个网友他说如果有100万刀啊，然后呢把它买那个美国国债30年的，对吧？那年利率是5%啊，那这就是一个很稳的一件事情，对吧？再留一些钱啊，去那个做一些就更激进的投资，对吧？那么其实啊，我没有回你留言啊，但是呢，对你这个方案呢，其实我觉得还是我表示是有一定认可的，就我个人啊，当然这个不是一个大多数的人的方案啊，当然有很多，比如说比我们年纪更大的一些人，或者说我父母这些人，对吧？啊，他们更多的考虑，比如说我们来这边啊，我们就买个2套房子，然后呢再去把它租掉2套，自己拿一点租金，对吧？这个呢是我父母这代人他们通常的做法。那么你像我父亲他也是的啊，他就觉得哎最好有一条店铺啊，一条街的店铺全是他的，然后呢他把它给租掉啊，这样是最稳的，就一代传一代是吧？啊，但事实上啊，就你别说就中国了，对吧？就我们建国啊多少年，你就整个世界啊，其实也是经历了什么2战啊、1战啊，还有什么啊？就这个世界上并没有像我们看到的那么的稳定啊，就包括现在也有俄乌战争啊，也有中东有一些什么事情，对吧？尤其是当我们一些移民，就我们到了一个新的一个地方啊，然后你迅速的去买，比如说房产啊，去买物业，那么你会面临到就一个呢是本身这些
这些东西，就是在法规在那个买卖之间的这种坑啊，还有就是你这种成本，对吧？就这种成本有时候也并不是很低的啊，所以呢，在我看来就是说，我觉得这个网友说的呢，我是比较认同的就是说，呃，比如说我现在觉得我觉得西班牙的这种情况不适合我去发展，对吧？他这个比如说个人所得税这种税，我觉得很高，资本利得税，对吧？那这种情况下如果我现在这边有几套物业、几套房产，我要再把它就是一一的给卖掉那在这里就是你买进来一个房子，你卖出去然后你当中的差价，你还要再交一个差价的这当中的一个税所以就是你就会变得很复杂，对吧？你就变得很复杂。但是如果就你存在的，比如说像刚才这个网友说的，他说美债是吧？那其实你啪一下子你人就走了你就到了另外一个地方，然后你这个钱也一直存在在那里，对吧？这个我觉得就是一种理财上的一种比较升华的那你说，美国会不会突然没有办法履行它的国债了？这个，我觉得就不太现实，对吧？因为美国它目前还是世界上经济第一的国家，即使未来它万一我们就说万一它真的变成了不是经济第一了，但是它要支付它的这个国债我觉得是没问题的，它肯定是第一梯队的，对吧？所以这个我觉得是不存在什么很大的一个风险，对吧？当然了，这个就是有一定门槛就你说就是你只有几十万资产的时候，对吧？甚至就是你我觉得$100万我觉得去做这样的一个资产，其实你5%，你必须还得有别的资产就不然的话，我觉得就这个回报率其实也是不高的那么就像我还说回来，就我刚开始我有点迷茫，因为我其实想就是我在这里怎么样可以就是继续下去我的事业，对吧？因为人他选择移民他肯定要不就这个地方有更好的发展，要不这个地方就是有更好的机会，对吧？或者说更适合居住，就人总无非就是这点想法嘛。那么我一开始呢，我在这边我就发现，在这边如果从事我原来的一个职业我原来比如说做摄影，一天比如说我赚5000刀、6000刀，对吧？我发现这边的就这个市场首先很小，第二点呢，它的价格也很低它大概可能只有我刚才说这个价格的20%就他一天最多给你1000刀了那么在我在西班牙呢，我遇到了几个呢就我索性就觉得这个不行这个不行。那么我呢在法国我有一些朋友，也有一些客户，那么他们呢也就经常就说，哎，你要不要到法国来去拍拍这个东西那个东西的然后我们给你多少钱？那法国的市场比这边高多了，对吧？差不多一般来说2、3千欧元是没问题的那我后来我就想就跑过去来回精力对吧？还有就是因为你真的要去做这件事情你肯定希望是有积累的，不是说你今天去做就去赚一个快钱，对吧？那这个对我来讲就不是我现在这个年龄该去做的事情。而且呢，就是我觉得呢，对于我自己来讲呢，就在这个行业领域里面，肯定我觉得对我来讲是越来越没有优势的。一个呢，这个行业呢，它逐渐的在慢慢的变得更糟糕，对吧？就它的前景就没那么好了另一方面呢，我的年龄慢慢的往上了，对吧？就我不太可能说我一直在去靠体力要去维持的事情，所以呢，我就壮士断腕就这种钱我都不赚了我都不赚了，让给更多年轻人不去做这种低价的竞争
那么回到就西班牙的市场，那么当时呢我也看看是不是能够投资啊，去比如说投资点合股，对吧？你可以跟人家合股去投资一些什么东西啊。但是呢我觉得作为新移民，然后呢对这里的这个各种各样的这种情况，对吧？就你会发现这个市场就是怎么说呢？就你需要用到很多市场准则以外的机会成本，你才能去获得创造价值啊。就你完全按照这个市场准则来那么操作，就你很难创造价值。说白了，也就是这个市场它并没有那么多，没有那么多的利润值给到你，对吧？那么同样的，那你要去投入一大笔钱啊，是否值得，对吧？所以我觉得呢，就没有这么做啊。那么买房子去出租，买房子去出租呢，一来呢，就是我觉得呢，我并没有真正的其实我觉得很奇怪，就是人就是这样的就有时候你和一个地方，你比如说像以前我去日本，我在日本的有些城市，当时我一去我就有这种想长期住在那里的这种想法当然也没有去做，对吧？就有的东西你可能主观上一眼你就会觉得很中意比如说你喜欢某个女的，或者你喜欢某个男的，对吧？这种很正常。但是呢，就在这里呢，我就没有这种感觉我一直好像觉得在这里就是你要我住着也还行但是呢，你要让我觉得有多好多好我就没有这种感觉。所以就是，我就没有想去买。那另外一方面呢，还有就是你买这些房子什么，呃，就是你要打理你要去维护成本其实这个东西也是很多的，对吧？所以呢，我就也没有选择这条路我觉得就是对我父母他们这种人我觉得他们可能会选择这种路因为他们嘴上说的全是这种东西他就觉得我在这边，他经常还问我他说什么什么，但是我现在因为我也想离开了嘛，所以我也没有去顺着他们的这种话题去讲了，对吧？那么还有呢，就是一个金融类的理财也就是回到我们前面那个网友说的，那金融的理财呢，就是我觉得我呢应该是有一些谢谢谢谢，来，谢谢谢谢，谢谢，给妈咪也喝一点好吗？那么我呢，我一直对金融这个东西呢，我觉得就是很奇怪就我跟他有一种莫名的缘分首先呢，我特别喜欢看这些理财类的、投资类的书就我一生当中，我最喜欢看一个就是名人的传记但是名人传记呢，一般我都是看这种投资类、理财类的另外一个呢，就是我喜欢看艺术类的书艺术类的书。所以呢，我在过去呢，其实我有从事过一段时间，但是呢，我当时有一个朋友因为他在艺术领域很厉害，他当时就说他说他说你每天跑出来拿了个手机，一直在那边看看看，对吧？因为对于一个初级选手来讲他一直要拿个手机开盘看一看价格，对吧？他说你这个很傻，对吧？我那个时候特别年轻所以我一听他觉得一听他这样说，哎呀，我就觉得好像我真的很傻我好像觉得算了，别搞这个东西了。然后就是很巧就我还有一个朋友年纪比我也要大了，他跟我爸差不多年龄，那么他在艺术领域也是很有造诣的他正好也是在搞这个东西。那本来就是我那个朋友呢，他说了，我就觉得好像有点傻，然后呢，我又看到他也在那么搞我就觉得真的有点傻后来当时我就觉得不搞这个东西了。但是呢，就陆陆续续呢我又一直在搞然后呢，在这件事情上呢，就总的来讲我又一直是盈利的。所以有时候就是有时候就是说
你也不能说啊，就什么老天赏饭吃，对吧？就反正你干这件事情，你就觉得特别有意思啊，你就觉得特别有劲道啊。但你要再去搞别的，你说比如说你让我去开个餐馆，对吧？啊，就我真的不太愿意再去做这种看人脸色的事情了啊。其实你说不管你是做餐馆呀，或者说你是去投资什么东西啊，就开公司啊什么，就很多东西你都是要看人脸色的，就你要跟人去频繁的打交道啊，你要去什么，对吧？啊，这个我觉得就真的在这个时代啊，真的不是一个最优的选择啊，因为这个时代真的你自己有自己的一些选择啊，有自己一些更好的路啊。那再比如说啊，你说什么数字货币、比特币这种东西，对吧？比特币这种东西它更超前啊，它讲的这个意识啊，这种东西更超前啊。那这种东西呢，嗯，我觉得呢，就是我的判断很差啊，因为就比如说像这一波啊，这个比特币现在应该是多少钱？11万、12万左右吧，反正最高到过啊。那我看到它10万的时候，我就觉得10万，就在今年应该来说是比较高了，我就觉得不太会再超过到什么15万啊，什么东西，对吧？所以就是这个东西，我觉得我看不准啊，所以我就不愿意去碰它，哪怕它的诱惑再大啊。还有呢，你比如说像黄金啊，黄金像今天黄金又突破了新高啊，到了3600，黄金突破了新高，到了3600啊，真的是太可怕了，这个事情就它已经侧面的反映这个世界的这个经济啊，已经到了一种非常疯狂的地步啊，就是说，嗯、就是我们都不知道我们会面临什么样的一个危机啊，我就现在可以这样讲啊，都不知道会面临什么样的危机。就如果这个黄金再继续向上的话，那真的是会很可怕的事情啊。但是我觉得黄金呢，它不太适合，就是说我们个人啊去拥有，对吧？第一，你也不可能说你买几个大金条、大金块，你放在家里面啊，那你保管它呀，或者说就是你还要保证它的真假呀，对吧？就这件事情实在是太复杂了。就是当这个世界啊，如果说已经到处都是战争了啊，就因为到处都是战争了嘛，今天你打过来，明天我打过去，那货币在这样的一个体系当中已经失去价值了。那这个时候大家只能靠黄金，对吧？就你看过去那种什么要富国啊要立国啊，那就要找出什么黄金啊，一大堆黄金，对吧？所以我觉得那个呢是在那种情况下面啊，我觉得是比较有价值的。对个人来讲，这种理财啊，这种投资方式啊，我觉得并不是很好。那如果说做黄金的一些那种，纯粹的是炒作呢，什么期货啊什么之类的，我也说了，对吧？就这种像期货、CFD 之类的，这种真的你只能够，以非常少的资金啊，就做的非常小啊，就纯粹就是玩一玩啊，博个乐趣。不然的话，它的这种波动啊，它这种杠杆效应啊，我觉得就是会亏损啊，会亏损。好吧，那今天呢，我们就先聊到这里啊，有机会呢再和大家分享，谢谢。